开门呐！开门！开门呐！有没有人啊？我要见我阿玛！开门啊！来人呐！来人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少爷的。洪小姐说她只能给你这些钱，你拿了赶紧走吧。你，小姐，我们有钱看病了。小姐，有钱了。思涛，怎么先前少赖着不走啊？童玉婉，想不到你也有走投无路、生不如死的一天呢。思涛，有钱了，有钱了。你再睁眼看一眼妈妈。思涛。思涛，思涛，睁开眼看看妈妈。现在你的孩子可以去找我的孩子作伴了。那里有孩子们的爷爷奶奶，还有雨堂，我不会孤单的。思涛，童玉婉，你终于得到报应了。睁眼看眼妈妈，思芬，思涛。
小姐，你醒了。苏西，这是哪儿？这是婉居。柳岩师傅从黎少峰手里把婉居盘回来了。婉居。来。这是刚熬好的鸡汤，趁热喝了吧。小姐，来，喝点鸡汤。二少奶奶，你就哭出来吧。我们女人呐，这一辈子受的苦，比男人要多得多呀。有的苦是能说出来的，有的苦只能闷在心里，有的苦比死还难受。可是，不还得往前走吗？你有什么委屈，就全倒出来吧，二少奶奶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哭出来就好啊。这满天乌云下一场透雨，这不就见晴天了吗？苏西，给我备条船。我要去云堂，藏身的地方。孩子死了，丈夫没了，婉居毁了，娘家回不去了。但凡一个女人能失去的，我童玉婉都失去了，剩下的还有什么？二少奶奶，您看，前面就是京邦街的老码头了。唉，为了这个破地方，不知道害死了多少好人。如果不能为中国人保住它，死去的人就白白丢了性命。二少奶奶，苏西让我过来看着您，说您经历了这个世上最悲惨的事情，怕您想不开。但我觉得她没看明白，您心里那股韧劲儿又回来了，您垮不了。我唯一剩下的是心，谁也夺不去，回不了，抢不走。这是婉居前3个月的租金，你收下吧。素汐和大头把他们这些年攒的积蓄借给了我。这个你拿回去。这里是你的产业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你的心血。这房租我不能收。商场如战场，我把婉居送给了黎少峰，你又花重金从他那里买回来，所以你才是婉居的房东。我只是一个租客，咱们1分1毫都要算清楚。你变了。我记得你原来你是最不爱看账目、算细账的人了，怎么？
这次算得这么清楚。从前，我和允堂都太感性了，太自我，所以才酿成了一次次的大祸。现在重新开始，我打算彻底改变自己，在商言商，做一个最称职的生意人。说得好，你这个新生意人让我这个老生意人刮目相看。二少奶奶，现在还不是开门做生意的时候，那市面还不太平。咱就说这京邦街吧，那个森下龙一成天过来买老住户的房子，拆了很多房子了，居民都不安心，就连老字号店都做不下去了。您怎么赚钱啊？京邦街拆了很多房子，这也许就是商机。我们倒可以做一种生意。什么生意啊？地产押行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给大家介绍租房子的中介？这个行业不适合你做，它既辛苦又琐碎，主要是它只能养家糊口，没有什么前途的。是啊，小姐，你怎么能抛头露面跑门面呢？不行，别干了，咱还是找个体面点的行当试试看吧。不放下身段，怎么能找到脚下的路？杜家就是从地产起家，我也想从地产做起，重建杜氏事业。小姐，真替你高兴，老天保佑，您这么快就好起来了。不赶快站起来，所有的恶人都会踩着你的身子往上爬，不给活路不说，还会留下一身的污垢。好，小姐，我就跟着你当房伢子。也算我一个。嘿，谁天天念叨着我大头只见素汐一眼就马上回去跟周大哥学真本事的？要走快走啊，可别到时候怪我使没人计拖你后腿。大头，你周大哥最近怎么样？不太好，每天就忙着保护将军、刺探情报，都受2回伤了。哎，不过那个敏如天天跟在大哥身边，只要大哥一受伤，他的机会就来了，又是疗伤又是安慰的，连我都插不上手。这是好事儿，你周大哥应该找到属于他的幸福。看一下吧。两位小姐看一下，哎，您婉居地产公司可以提供大量的租房，您看一下吧。哎，大家快来看一下，接上去看一下，请看一下吧。买房租房，看看这里。哎，先生，请看一下吧。小姐，你看，现在人都相信大地产公司，根本就不搭理我们这些新手。这都3天了，一笔生意都没有做成。哎呀，你找我没有用啊！你听我说，我也没有办法，你们还是去找财务吧。这些人在干什么呢？啊，听说啊，是富贵棉纺厂的工人在和老板吵架呢。工人说他们的工资连付房租都不够，老板说现在生意太差，如果要涨工资，工厂就得倒闭了。大家都有难处，所以啊，只能工人失业，老板破产。两头吃亏，两头吃亏，为什么就不能双赢呢？哎呀，你们，哎，听我说，那就还钱，你们还是去找财务去吧啊！走。哎，毛先生，你好，我是婉居地产公司的老板，我可以为您提供最好的工人租房方案。我说房伢子，你是在做买卖呢？还是拉客呢？
我最讨厌拦路推销的，滚开！毛经理，您的工人需要住房，而以他们的收入，只能住在房价便宜的偏远地方。他们每天往返路程需要很长的时间，时间一长，根本无法忍受。你的棉纺厂想要留住熟练工，必须解决租房问题。你说的租房，在哪个地段？你知不知道老杜家的旧码头啊？地段倒是不错，可是现在那里根本没有大批量的空房子。会有的，10天之内。10天之内。好，如果你真能做得到，我毛富贵就是你第一个大客户。曾经是永久，等待便是拥有。理论注定命运交错的分手，便就这样将你弄丢，你成我记忆中的秋，一生不走。是座长相守，生命中是等候。不问来世此情谊可否无休，只想将你今生爱透。风雨许我独自承受，绝不放手。爱需用一生挽留，此路总有回首，却还眷恋你的温柔。爱需用一生挽留，掩埋了心底伤口，怎么为心心痛？刘经理，二少奶奶，天哪，是二少奶奶呀！二少奶奶，你可来了，我们大家都想死你了。想不到劫后余生，只有这里什么都没变。是啊，幸亏有这个静水流深的账户，这个码头常年都是亏损。允威少爷也一心想甩掉这个包袱，我就用杜老爷留下来的那笔备用资金把它盘了下来。到现在为止，只有这里还姓杜。杜允威算个狗屁！只有您和允堂少爷，才是杜家真正的主人。您当初尽力给我们工人争取工伤补贴，这份大恩大德，我们这里的兄弟没有一个敢忘掉您。是啊，我们都不会忘了您的。我今天才明白，当初允堂为什么要以我的名义宣布工伤补偿方案。他是想让我得民心，结善缘，因为这才是杜家最宝贵的家产。是啊，二少奶奶，您看，这里所有的人都一心向着您。以后啊，这里所有的资源都由您来调配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好，我想把废弃的旧仓库改成简易住房。设计倒是不错，但这仓库隔出来的宿舍，工人未必肯买账啊。这样的宿舍虽然很简单，但是设备齐全，安全可靠，最主要的就是租金便宜。是有点意思，但我这个人呢，一向喜欢后发制人，不太喜欢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小姐，友好面粉厂的王经理提前到了，他们有320多名工人，需要3幢仓库改造的宿舍。哦，素汐啊，你先招呼一下王经理。哎，王经理，这个图纸我也先收起来了。6折。
6折行了吧？这批宿舍我全租了。你先还给我。哎，8折这个价钱很公道的，你肯定还有的赚。那您得先付30%的定金才行。哎，要不然……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一言为定啊！啊，这是我的定金。毛经理真是痛快。好，哎，成交。好，成交。王经理这边请。哎呦，老王，又来晚了一步，被我抢先了吧？啊！王经理，这边。请坐。哎，王经理你好。就是你们这家小店，要大量批发面粉。啊，其实面粉啊，我们只需要小批量的，不过工人宿舍我们有大批量的。其实毛经理刚才已经交了第1批宿舍的定金，不过我们第2期的位置会更好，您要不要看一看？哎呀，那太好了！来，哎呀，我要。经理，何董事长约你晚上共进晚餐。好，你查一下他最近3个月的商业动态。行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这样的豪华餐厅，好像不太适合你这种穷酸的房伢子。对面的大排档倒是有很多睡滚地笼的苦力，你脚头勤快的话，还来得及去拉拉他们的生意，赚几个臭铜板。侯宇，侯宇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杜云飞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清楚了吗？你破产是你自己无能，和我没关系。你这个破落户，趁早滚蛋！哎，我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说，你别再躲着我了，好不好？我的小羽毛。这小羽毛也是你叫的，滚！
你敢打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你穿身好衣服就是贵妇人了？整天就会装可怜骗老人钱，靠着做几顿大鱼大肉，就想骗昏了头的老头，做什么孝顺女儿？苏英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满身的铜臭味，怎么会真心给人家养老？你这个贱货！杜明威，你这个破落户，别缠着我，你滚！你翻脸不认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住手！我要和童女士谈重要合作，让这两个无聊的男女给我滚！啊，是。两位，你们影响到其他客人了，还请两位先出去，把你们的事情说清楚，请吧。请吧，请吧，请吧，请。我告诉你，你走到哪儿你都比不上童玉婉，她永远是只白天鹅，你只是个小麻雀。杜宇威，滚！因为战争，我那批外销的小百货呀，在码头清关了2个月。我以前的人员呢，都在将军署。不巧，沈之沛一直在北京接受停战调停，没回上海。我听说杜老爷生前和海关的人有交往，您看能不能帮我搭上这根线呢？我公公是认识海关的人，不过商人和官员交往，向来都是人一走，茶就凉。当时称兄道弟的海关官员，现在未必肯给杜家面子。何董事长有没有考虑过，把这批外销的小百货转为内销？唉，我之前也想到过，但是贸然打进一个新市场，各种费用啊，远远高于小百货的利润啊。也许可以跳过中间商，直接卖给刚进上海的工人。从农民变成工人，需要3样东西：牙刷、毛巾和肥皂。我了解过，您的小百货正是以这3样商品为主。如果做成3件套装，肯定会大受欢迎。童女士啊，你果然是有备而来啊。童女士，您看，在您的工人宿舍中销售我的小百货3件套，是不是锦上添花呢？为了我们的双赢，干杯！为了您的风华绝代，干杯！哎，您不能进去！让开！哼！你们大家听着，这个女人是破产的杜家的寡妇，是我把她踩在脚底下的。你们看看人家现在在这儿装高贵，假清高，全假装不认识我，笑死了！放肆！把这个喝醉了的疯女人给我拉出去！小姐，您出去。等一下，放开我！以前我弱小的时候，恨不得杀了你。不过现在，我不恨你了，因为我随时都可以把你踩在脚下。你以为你变强大了，就不屑于报复我了，是不是这样？童玉婉，我真是想知道，你到底有多了不起？看看，这身打扮，你不是也在这儿装可怜，靠着老男人东山再起吗？哼，我一身素服，是在为允堂扶丧，而口口声声说爱他的你呢？你不许提允堂！走！你需要一个人教会你如何尊重一个好女人，拉出去！小姐，请你出去吧，请出去。你什么东西啊？你凭什么拉我？走。童玉婉，放手啊！童玉婉，放手！别再为这样的女人烦恼了。富生，上菜。我曾经听刘经理说过，你们杜家和金邦街码头的故事。那个掌控了金邦街关键交易地段的犹太人沙生，是我的大客户。他正在环游世界，我不一定能够联系到他。
但是我会试试的。我代表杜家所有的人，谢谢您。父亲，我回来了。女儿啊，我怎么一看到这些菜，我怎么就饱了呢？父亲，这可都是您最爱吃的菜啊！哎呀，不是，父亲，来，咱们趁热吃。我喂你一块肉。我跟你说，来，您多吃点啊，也算是成全女儿的孝心了。啊，父亲，我再给您喂块鱼。哎，哟，怎么了，父亲？女儿啊，前几天我刚犯了痛风病，这个鲤鱼我不能吃，我要一吃的话就会旧病复发的。哎呀，谁说不能吃了？父亲，医生让您多吃多睡呢。您看看您现在身体多健康，脸色我看看，脸色多红润啊！女儿啊，我脸色红润是这几天血压越来越高了。我这几天总感觉到头晕，上不来气。女儿啊，人家都说青菜萝卜保平安的，你能不能做点儿粗茶淡饭让我吃吃啊？父亲，我答应过玉婉好好照顾您，您说我怎么能给您吃那些东西呢？万一玉婉知道了，还以为我虐待您呢，我才不干呢。不是，哎呀，况且父亲那种东西怎么能上您这种贵人的餐桌呢？来来来，吃吃，咱们吃啊！你好，你好，帮我办理一下。哟，这位小姐，您账上的存单已突破30万，该到贵宾柜台办理业务。30万，小姐，那咱们不就成有钱人了吗？真有本事！哎呀，父亲，来，快点儿！瞧，那父女俩又来了，第3天了，不知道今天那个养女能不能骗到遗产赠与书。我看未必，那老头看起来迂腐，其实狡猾得很，每一次都能想办法逃脱。哼，这要是被他亲女儿知道，非气死不可。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呢？你再不签，我可真的要伤心死了啊！哎呀，父亲，我照顾你，你得有良心，你不能整天指望着我照顾你，不给钱又不给房子啊！女儿真的不活了，我真的不活了！我这一把年纪的人，答应给你房子，我就一定会说话算数的。我这房子肯定会给你的。哎呀，可是我这个头疼病犯了以后，我这个眼睛就发花。下次吧啊，下次你记得提醒我戴老花镜啊。站住！你是不是还想着把遗产留给童玉婉啊？你可想好了，你现在只有我这个女儿，得靠我给你养老送终。你可别再惦记你那个短命女儿和你女婿了。父亲，快！玉婉呐，阿玛对不起你。当初我要是能帮一把玉婉多好啊！我现在想想啊，我的心都痛。你要再不肯乖乖签字，别指望我再照顾你啊！少啰嗦了，签字啊！小姐，你等在这儿，我来。父亲，你签字啊！快签字啊！哎，
素汐，好啊你，竟敢偷我的钱包！来人，来抓贼！我倒是要看看你们一涵管不管。哼，素汐，你想讹我？我就讹你了，怎么了？我可是你们贵宾专柜的客户，你们都看好了，就这个虐待老头子的坏女人偷我的东西，你们快报警，把她抓到巡捕房去。我倒是要看看，这世上还有没有公理。不是我，是他讹我。谁偷东西？就是他，是他。走，一起去巡捕房说清楚。哎，走。不是我呀！哎，不是我，哎呀，是你，童玉婉。阿玛，是我。阿玛，我扶您过去坐会儿吧，小心。小心啊！阿玛，您怎么了？玉婉，玉婉，阿玛对不起你呀！我就贪图到老了能有人养老送终，结果被他给骗了。抛开了自己的亲骨肉，玉婉，你是不是特别恨阿玛？阿玛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阿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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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玉婉，阿玛，怎么了？把我的裤子拿过来。哦。阿玛，您有高血压，还有痛风，这些东西都是害您的毒药啊！你怎么还吃呢？是红玉给我的，我以为他孝顺我，所以就信了他的话。还是阿玛糊涂，信错了人。我有亲生女儿，怎么能信她呢？结果把自己弄了一身病，治也治不好了。女儿啊，阿玛是不是要死了？阿玛，一切都会好的，都会好起来的。我对不起我女儿啊！我只想求老天爷，让我再看你一眼，再看看我的外孙，我那乖乖的小司堂呢？
苏西带他出去玩了。小娃娃是不应该上病房。你做的对呀。哎呀，我那个小外孙呐，和你小的时候可真像。雪白的皮肤，大大的眼睛，还有一个小酒窝。我和你额娘亲都亲不够。玉婉呐，哎，我夜里啊，总是睡不着觉，总想着你额娘，她要能提醒着我，阿玛也不会信错人，还有孝顺的女儿，有可爱的外孙，一家人天伦之乐，多好啊！玉婉呐，我对不起你。你还能认我吗？阿玛，我是您的亲生女儿，你永远都是我的阿玛。我只怕我死了以后，你额娘不肯原谅我。我对不起她守了这么多年的家业。红玉逼我签的这份遗产赠与书，我现在就把它撕掉。阿玛，你额娘留下的家产，一分一毫也不能给那个白眼狼拿到啊！阿玛，阿玛，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快过来呀！我现在就要找你的额娘去忏悔罪过。阿玛，女儿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不应该阻拦你和钟廷琛。要是你们在一起，那该多好啊！阿玛，阿玛，阿玛，阿玛！小姐，这些天可苦了你了。老爷的事情料理完了，我应该陪你多吃点好吃的东西，补补身子。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什么事儿？给你成亲。成亲？小姐，我不着急的。再说，这也算不上什么要紧的事儿。这当然是要紧的事儿了。经历了生离死别以后，我才懂得珍惜眼前人的道理。现在就算让我赚了全上海所有的钱，也换不来和我爱的人相处1分钟。苏西，和爱人分享每一天，
是最要紧的事情。你是我的好姐妹，我希望你能幸福。可是，我该嫁给谁好呢？你说，大头吧，人倒是挺好的，老实忠厚，可有时候老犯二。股票长得倒是帅，就是有时候太窝囊，完全没有英雄气概。说是这几个月当兵去了，可是一封信都没有，哼，都气死我了。你就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，你睁开的时候，谁会在你眼前？嘘。苏西，大头，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你呀？我不知道啊，哎，但我现在知道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小姐呢？我真应该问问小姐，她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心里想的是谁呢？哎呀，好，恭喜！谢谢谢谢。苏西啊，咱说好了，咱俩要过一辈子好日子。不管生气还是吵架，不管怎么闹，咱俩头发白了也不分开。哟，瞧这小两口，还没拜堂呢，就这么腻歪上了。走，小姐你吧。小心出院好。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，股票。我有事和您说。好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次要在上海待多久？我一时半会儿不会再离开上海。今天我特地过来找您，是要还给您东西。翡翠屏风。当初我把它交给允堂还高利贷，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他了。翡翠屏风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二少爷从来没有想过用翡翠屏风做抵押，在二少爷被债主逼迫最困难的时期，翡翠屏风一直存放在一家洋行里边。原来允堂从没有拿翡翠屏风还债。没想到，上海的股市这么快又繁荣起来了。经过这场战争，上海的160多家证券交易所倒了90%，剩下的都有雄厚的后台，而这一家就落在了金夫人手里。看来
我的对手没有停下来，所以我的脚步也不能停。你们看这上海司检今天到底会不会涨啊？我确定有人托盘，一定还会涨。快，赶紧的，不买来不及了！哎，都满了。少奶奶，我们去楼厅看好不好？那里还保留着允堂少爷的终身贵宾席。好。京邦街码头，杜氏，志在必得。股票，你是不是早就看出了我的真正目标？二少奶奶追求的，不是普通商人的成功，而是要完成杜家2代人都没有实现的一个梦。你说对了，只要筹集到充足的保证金，就能拿到杜家在京邦街码头的开发优先权。杜氏实业一定可以浴火重生。您想在股市筹集资金？对，为了凑足本钱，我典当了翡翠屏风。什么？这您怎么舍得？有舍才有得。翡翠屏风再珍贵，也只是身外之物。我不管它在不在我身边，那些保护过它的人，都刻在我心里。二少奶奶，我有什么可以帮你？我想知道，上海丝碱为什么会涨得这么快？哼，这是金夫人在操控股价，假造内部消息，抬高股价。等到那些小股民全扑进去的时候，她总有办法在最高点迅速出货。原来如此。股票，如果是允堂遇到同样的事情，他会怎么做？股民都有跟风心理，二少爷是他们的小股神，他非常注重发布消息的时间以及方式，所以二少爷的股票每一次都能稳操胜券。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像当年二少爷一样，出其不意，这样做。金夫人，童玉婉，是你啊！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听说你不是在当房伢子，
讨生活吗？怎么会有时间上我们股票市场啊？因为我看错了时间。什么意思？允堂出事前曾告诉过我几个重要的股票买卖时间节点，别的我不懂。不过等一些股票跌到最低价的时候进来抄底，我还是会的。可惜啊，记错了时间。今天不是大跌的日子，我们白来了。哎，杜夫人，哎，咱们也是老朋友了，您就透个底儿，今天到底是哪只股票？是上海丝碱。上海丝碱？怎么会是上海丝碱呢？这只股票明明走势很好啊！你们家里没有从浙江诸暨来的佣人吗？可以打听一下，最近诸暨是不是遭了天灾？蚕碱芯子发脆，拉不出好丝。哟，天哪！浙江诸暨不正好是上海丝碱的原料产地吗？是啊，我要出货，我要出货，我要出货，给我填单子。佟玉婉，你是故意来搅局的吧？金夫人，我只是回答了你问的问题。如果您这么不自信，不如趁早退出股市。你，请。哎，杜允堂交给老婆的秘诀不会有假的。出货！我要出货！出货！出货！卖掉1半的上海丝碱！我也卖！我也卖！夫人，这大盘拖不上去了，怎么办？佟玉婉让我少赚了多少？至少13万。这个混蛋，我要回报他。夫人，别再喝了，酒喝多了伤身子。那个人醒了吗？医生说应该醒了，可他就是不肯睁眼睛。我看他是需要一点刺激。走。哟，真没想到啊，风流倜傥的杜允堂，竟然成了活死人了。哼，你那个佟玉婉，昨天在股市坏了我13万银元，你说我该拿他怎么办呢？你想怎么样？哟，终于醒来了。我想让聪明绝顶的杜二少爷再做回老本行，如何？在你提出条件之前，我想回家一趟，看看玉婉。呵呵，没问题呀，我就怕你不愿意回你们杜家，亲眼看看现在的惨状。你那个哥哥杜允威可真是有败家的天赋啊，在最短的时间把杜家的家业全部都败光了。我现在是这个杜宅的主人了。杜允堂，你有什么感受啊？你真是个笨蛋。怎么会有虫子啊？怎么到处都是虫子啊？你们还真是厉害，把全上海最有价值的房子变成飞虫养殖场，前途无量的笨蛋。哼，是啊，你聪明。不过我可听说，太聪明的人会遭天忌的，会让你的亲人们无穷无尽的受灾受难。你那个母亲
不就在你这杜家老宅跳楼自杀了吗？当时可是七窍流血，惨烈无比呀！我倒要恭喜你，买到了一座凶宅。哼，你还嘴硬呢！你那个可爱的儿子，不到1个月，就夭折在佟玉婉的怀里。据说他生下来可爱至极，可惜呀。还有，你那个爱妻佟玉婉，她羊水破的时候，就被关在那个像活棺材一样的柴房里。你知道是谁给她接生的吗？就是她的老相好周廷琛。看见这草灰了吗？当时佟玉婉生孩子的唯一用品就是草灰，里面有她和孩子的血。玉婉，玉婉，佟玉婉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呢？一个女人最痛苦、最无助的时候，你这天底下最聪明的丈夫，在哪儿呢？我不配做你的丈夫。现在佟玉婉就像在我手上的蚂蚁一样，我想掐死她，太容易了。你想救她吗？可是你现在连路都走不了，怎么救她呀？你要我怎么做？我要让你为我炒股赚钱。如果你在股市上打败了佟玉婉，我就放他一马，也就算你救他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让杜允堂帮我炒股赚钱。只用他的脑子，你当他的传声筒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是夫人。孙夏先生，我都快被金邦街码头折腾死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里玩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孙中山提出了北伐的口号，如果沈知沛投靠了孙中山，那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全都完了。我们现在必须趁现军阀混战，提前下手，造成金邦街码头属于日本人的事实。金邦街那边最重要的地块，都让沙生转卖给了欧洲人。我让你找沙生的下落，可你毫无结果。你这个可恶的街女人，你是不想活了？哼，有沈知沛将军在，我看你还不敢动我吧？哼，我看你已经失去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，我会把以后的一切交给林少峰。你别跟我提林少峰这个名字，要不是他的馊主意，王痴根本就不会染上风寒，根本就不会死。我恨他，我恨不得喝他的血，扒他的皮。哼，看来我找对人了。
我会把好处给最舍得为我卖命的人。哟，黎少爷，你很长时间没来股市了，怎么今天来的那么早啊？对了，给我准备一间最好的包间。真不巧，那间最好的昨晚让金夫人给包起了，她还不让任何人靠近呢。我说了，我就要这间。你笑什么？以前呢，我在金家看门的时候，这个杜允堂就喜欢玩大撒银元，没想到，黎少爷，您也学了这么一手啊？啊？你敢说我学杜允堂？啊，不敢，不敢。给我记住，杜允堂已经死了，股票市场的小股神也该换换人了。是，我明白了。你看，就在那个包厢对面，我给您准备了一间大小一模一样的房间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要长宽各增加1尺，让它变成整个交易市场的国王包厢。这个。啊，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我说黎少爷，您印堂发亮，一定会在股市称王的。嘿，这是最新的报纸，上面有最新的股票走向，您看。我做股票从不看市场分析。黎少爷走好。夫人让你早点把上海烟酒的股票抛掉，你快起来计算，找出最高点呢。哎，你敢给我装死是不是？怎么突然间外面的大厅变得这么热闹？快去看看，是不是有什么不速之客来了？哼！黎少爷，对面那个童女士啊，真够厉害的，大家都说呀，她是小股神附体了。原来童玉丸也来了，果然《三国演义》要比楚汉争霸有意思。您的意思？你不需要明白什么，只要告诉我他们买了什么，卖了什么就行了。对不起，干我们这行是有规矩的。给金山银山，我们也不会出卖任何贵宾客户的秘密。站住！这是你的家人吧？你想威胁我？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他们手里有什么股票了吧？金夫人想卖出上海烟酒。哼，果然不出所料。用点技术手段，整个上午别让他抛。童玉婉呢？他什么也没买。给我盯着点，别让他赚1分钱。上海烟酒一直在跌，为什么金夫人还不抛货呢？生意场上，以静制动的往往是高手。我们继续观察。好，知道了。今天上海烟酒跌了1毛2，每次我们要卖，就有人把价格拉低，出不了货呀。扶我去看看对手是谁。
夫人说了，不许你和外界接触。所谓古战，其实是人战、心战、气势之战。要是连对手的气势都看不清楚，盲目出手必败无疑。你担当得起吗？只给你看一眼，否则夫人会杀了我的。 该看的都已经看过了，现在该告诉我怎么出货了。抛，不管对手怎么拉低，你都要抛。我们已经亏损了，还要继续抛吗？对手根本不管股价走势，他们是按自己的思路出牌，所以他们心中绝对是有必胜的把握。 还说是什么叱咤股市的风云人物，夫人让你赚钱，你一上来就亏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你很清楚，你很有可能过不了今天晚上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现在只亏了13945元。要是你不相信我的话，金夫人绝对会血本无归。 金夫人那边开始抛出上海烟酒了。李少峰没有阻止吗？他做了小动作，但很不坚决，显然是放了金夫人一马。这不像他的性格。李少峰的性格狠辣决绝，从不留余地。没错，他这一次出马，是想从经济上压垮金夫人，取而代之。今天显然是有备而来，准备一击而中。 我看他呀，绝不会手下留情。有备而来，有备而来，他会干什么呢？我必须要知道，他会出什么招。李少爷，金夫人已经抛掉1半的上海烟酒了。他的重仓股票合众晚市呢？ 纹丝未动啊！出去吧。森下想什么？可以动手了。股票。 如果允堂摸不清对手的意图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分析，会找出看似毫无关联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。毫无关联的事物，毫无关联的事物。金夫人手里还有哪些股票？合众晚市。 合众晚市，上海烟酒。哎，股票，你还记得我们考察过的那些仓库吗？合众晚市没有自己的仓库，用的是上海烟酒的仓库。也就是说，这2只看上去毫不相关的股票，其实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彼此关联。二少奶奶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 股市收市前，如果你收到一束鲜花，立刻买入合众晚市的所有股票。李少峰心狠手辣，一定要小心。嗯。